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riel 的学新时间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明明爱着对方，但却因为一个小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呢？或者说已经不记得了什么原因，但关系里的裂痕却像一根刺，怎么拔也拔不掉。这些问题让人痛苦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爱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裂痕并不是感情中的终点哦，而是一次成长的契机。今天的影片我们要聊聊一个大家心里可能有疑问的话题，那就是当关系出现了裂痕，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，如何去修复呢？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分享3个实用又科学的方法，帮助你重新建立连接哦。让我先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吧。有一对夫妻因为一件小事大吵，老婆觉得老公不关心自己，而老公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对，直到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场心理讲座，才发现问题的核心并不是表面上的小事，而是因为彼此都没有被满足需求。这个发现不仅救了他们的婚姻，还让他们在感情中更稳固了。根据调查，台湾有将近50%的情侣表示说，沟通问题是感情中最主要的挑战。而有趣的是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吵架是不好的，但很少人知道真的如何去有效的修复感情。这是不是很矛盾呢？我在心理学方面学习和研究了多年，也参考了很多心理学家的实验还有书籍。今天分享的方法有经过科学的验证，绝对值得你一试哟。而且我还会用生活中的简单例子，让你更容易上手。如果你正在为感情烦恼，或者希望未来能够更懂如何去经营关系，这支影片就是为你准备啦。这些技巧不仅适用于情侣，还能用在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是同事之间。让我们一起找到答案，帮助你和另一半建立更深的连接哟。首先，我们要正视问题。修复关系的第一步是接受裂痕的存在，并先让双方的情绪平复。当人处于情绪化状态时候，大脑的理性思考能力会下降。这种情况下去沟通容易演变成争吵的。那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？首先，我们要诚实的承认冲突，并且表达修复的意愿。比如说，我们最近好像有一些误会，我希望能解决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先观察，如果情绪激烈的话，我们可以主动提出冷静一段时间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各自冷静一下再聊吗？接下来跟你们分享3个步骤。感觉情绪不受控制时，先深呼吸几次，提醒自己要冷静，然后再给双方一些时间去消化情绪。要明确的说明冷静期的长度，比如说30分钟到1个小时。然后等双方冷静后再展开沟通，用温和的语气开场。比如说，我想和你聊聊我们刚刚的问题。这里再给你们一个小提示，冷静期间我们要避免使用尖锐的语言或者是冷战行为，因为这样会加深对方的防备心理哦。第2个方法就是共情。共情沟通是理解对方感受的能力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关注和在乎。研究显示，当我们被感到理解，情绪自然会平复，沟通也会更加的顺畅。那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？停止反驳，专注倾听对方的情绪。我们也可以使用共情的语句，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理解。现在就给你们分享具体的3个步骤，就可以搞定啦。第一，专注听对方说话，不要插话或者是急于解释。第2，用自己的话重述对方的感受，比如说，我听到你觉得我没有提前告诉你行程，让你非常的不安。第3，我们要询问对方是否认同你的理解，例如，这是你的真实感受吗？
这里给你们一个小提示，运用眼神接触和肢体语言，比如说点头或者是轻声的应和，传达你的关注和理解。第三个方法就是真诚的道歉，不仅是表达你的歉意，更是对自己的错误去负责哦，并且提出具体的改进计划。仅仅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不改变的话，其实直接让道歉失去了意义。那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描述自己做错的具体行为，让对方感觉到你的诚意。然后呢，再告诉对方你将如何去避免再次伤害到他们。在这里，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吧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忽略你的感受。我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倾听你的需求。当你说了这句话之后，对方肯定会觉得你是有诚意的。我们不仅只是说，更要用持续的行为去证明你的诚意哦。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小提示吧，避免去使用但来淡化掉你们的道歉。比如说，对不起，但我这么做是因为你好啊。其实这种语句会削弱道歉的效果哦。那如果对方拒绝你的修复怎么办？其实修复关系是双方的。如果你已经尽力了最大的努力，但对方选择保持距离，这并不代表你的失败。要记住，你的价值不由他人来定义，而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真诚的爱还有接纳。同时，你可能会怀疑，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？心理学家 John Gottman 研究了数千对夫妻后指出，成功修复裂痕的关键是否建立一个情感安全感的环境。这不仅需要沟通技巧，更需要你的耐性和坚持去用爱行动。因此，即使对方不愿去修复，这也不会抹消你的努力的意义。透过学习如何表达爱与理解，你已经为自己和未来的关系打下了更健康的基础。感情中的裂痕并不可怕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学习和努力，就有机会让关系变得更美好。今天分享的3个技巧，希望能帮助到你在关系中更自如的去处理矛盾，更有自信的去面对情感中的挑战。心理健康与情感关系息息相关，照顾好自己的内心，是我们给自己和爱人最珍贵的礼物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哟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聊聊你是如何修复情感裂痕，或者你对哪方面的心理学主题特别感兴趣呢？我是 Ariel， 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